婆婆买菜回家，无意间撞破儿媳妇正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，看着两人神色慌张的模样，婆婆瞬间意识到不对劲，当即质问儿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岂料儿媳怒斥婆婆不要多管闲事，随后转身便要离开。婆婆一把拉住儿媳要问个明白，不料却被儿媳一把推倒在地。被激怒的儿媳抄起花瓶朝婆婆砸去。老东西，管这么宽，真把自己当我婆婆了？你不撒泡尿照着治，还配不配？沈苗苗，你跟我解释清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解释？我告诉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才是当家做主的那个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需要跟你解释。就在这时，丈夫带着孩子们回到家，眼看恶行暴露，儿媳故意将头发抓乱，接着扑通一声跪下。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不要打我了。这一幕恰被丈夫撞见，不分青红皂白怒斥母亲刁难儿媳妇。母亲一时百口莫辩，儿媳趁机伪善的让丈夫不要责怪婆婆，可怜的表示都是自己的问题。婆婆气得指着儿媳妇，一时语塞。眼盲心瞎的孙子见状无脑的维护母亲，孙女也怒斥奶奶仗着婆婆的身份欺负母亲，男人也指责母亲一个乡下人乱发脾气。老公，你别跟妈生气了，是我跟快递员说了2句话，吵到妈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什么？就因为他跟别人说了2句话，你就动手打他？我不是这样的，是苗苗她不是我。够了！苗苗为了让我能安心工作，一个人操持着家里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就连让你搬到城里来享福，那都是他的主意。可你倒好，非但不领情，你还想污蔑他。无论婆婆如何解释，都没有人相信。为了再添一把火，儿媳伪善地拉着婆婆的手，一边热情地表示以后好好孝敬婆婆，一边拿起婆婆的手猛地扇向自己。你还敢打我妈？非要把我妈打死才罢休吗？不是我，是她不是我干。够了！我对你太失望了，以后这个家有你可以容身的地方。就这样，女人被白眼狼的一家人赶出家门，她绝望地行走在大雨中，转身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车直接撞倒在地。从车上下来的竟是自己的儿媳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拼尽全力却养了白眼狼的一家人。她发誓，如果有来世，自己绝对不会再留在这样的家。也许是上天看女人可怜，竟让她在濒死之时意外重生了。这时，白眼狼的一家人进门，儿媳一如往常又要将脏水泼在自己身上。想到上一世自己悲惨的遭遇，婆婆二话不说就给了儿媳一个大嘴巴。你敢当着我们的面打我妈？到底是要闹哪样啊？闹哪样？你媳妇不是说我欺负她，我就证明给你们看，她说的没错。儿子怒斥母亲无理取闹，儿媳又茶言茶语的让丈夫原谅婆婆，再次伪善的拉起婆婆的手。以后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就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一定改。好啊，现在说。这一巴掌是打你挑拨离间、表里之意，这一巴掌是打你挑唆子女、放飞生命，这一巴掌是打你蛇蝎心肠，害我性命。秦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丽丽宝，从今以后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跟你们一家。老头子，你临终前托付我一定要照顾好你，我一天打3份工，拉扯打仗，卖了家里的宅子帮他成家。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。既然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这辈子我只为自己而活。无家可归的大妈走在大街上，身无分文的她胃里感觉一阵钻心的痛，下一秒就要倒了下去。不料这时一个男人稳稳扶住了大妈。原来男人是大妈的养子，多年前大妈看男孩可怜，好心给了他一块饼。你的家人呢？你这是要跟我回家是吗？从此大妈便将男孩抚养长大，而养子也不负大妈的养育之恩，不仅上班后拿第1份工资给母亲买了新鞋，更是在自己功成名就后，将写有母亲名字的别墅房产证送给母亲。可大妈因为念着亲儿子，拒绝了养子的好意。上一世为了那群白眼狼，拒绝了养子的照顾，让养子伤心了无数次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珍惜真正爱我的人，不再重蹈覆辙。养子不仅为母亲安排了顶级的治疗，更是悉心陪在母亲身边，亲自拿大补汤给母亲补身体。此时另一边没有了女人的收拾，孙子一进门便被地上的香蕉皮绊了一脚。直到此时，全家人都觉得女人只是假装离家出走，只要晾她几天就会乖乖回家。可是平常奶奶在家的时候，这家里都挺干净的，不就是打扫个卫生吗？花点钱找个保洁，那不比他打扫的干净啊？
可是我平常回到家的时候，奶奶都会做好饭菜，在桌上等我。儿子，你想吃什么？妈去给你买，或者妈给你点外卖。我要吃炸鸡。好。孙子有些不放心地询问姐姐奶奶平时住在哪，这才发现奶奶原来一直住在家里厕所旁的杂货间。在房间里，他无意间翻看到了奶奶的笔记本，在奶奶写给逝去爷爷的信中，孙子这才得知奶奶将自己送给他的衣服视若珍宝的收藏，殊不知这只是自己送给母亲时母亲不要的破烂货。男孩心中顿时感到一阵惭愧，可当他询问姐姐是否有奶奶的手机号时，却从姐姐口中得知奶奶根本没有手机。看着自己的水果手机，他猛然回想起生日时奶奶误将苹果当成水果手机送给自己，当时自己不懂事的责怪奶奶无知。我说的是手机你知道吗？手机？拿着你的烂苹果，给我滚！没想到第二天最新款的水果手机就出现在床头，自己一度以为是母亲送给自己的，如今从奶奶的日记本中这才得知，手机竟是奶奶花光了治病的积蓄买的。可如今奶奶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家，